手作就是一种温度，让人感动的温度，包括在做的人那种情感寄托在这个商品上面呢，收到的那种感动，这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。你喜欢手作吗？新竹这些年有超级多手作的文创工作室，今年过年有9天的连假，想要和家人来一场不一样的走春旅游吗？今天就跟着皮革大师曾文正老师的脚步，介绍给你新竹最在地、好吃好玩的旅游行程，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，跟着烟波 check in 新竹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即享烟波专属优惠。大家好，我是曾文正，我现在是新竹市生的秘密手作皮革工作室的负责人，当然也是新竹市手作协会的理事长。因为大家生活可能压力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些可以手做，那也可以舒压。因为现在人都是用科技的东西，所以比较死板，可能太久没有使用手的部分，就会比较生疏。我常笑，有时候这个感觉像是给老人家做一些复健用的，但是也是心理上的疗愈啦。心灵上的复健，素材就是皮革，但是皮革本身就是一块平面的东西，你要把它做成立体，从设计、打板、裁切、缝制啊、打孔，这些都是专业的部分。小至幼稚园，大至可能那个乐龄的我们都有。除了生日礼物以外呢，可能就是男女朋友的认识的几周年，甚至有我遇到最短的15天的来庆祝一下，这样就是拿到这个可以去给他心爱的人，他追求的对象，而且他们的回忆当中可能就会有我。我在新竹今年是第33年，我常跟朋友讲，我是嫁来新竹了。新竹一些手作的部分，像我早期来新竹有玻璃工艺，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个人工作室会跑出来。其实有机会大家来新竹，可以去关注很多不同类型的手作啊，或是一些工作室。可以去逛一下比较有文创的气息的一些店啊，像是新竹的 Highlight 文具工作室，工作室的那个负责人呢，他以前呢听说是一个园区的一个工程师啦，跳脱到这个行业来。其实这一点是跟我很相像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不同行业。他桌上有一些笔跟纸，可以让大家去书写，去尝试不同笔的笔触，还有一些纸的质感，可以书写你的心情，记录你的生活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再来就是或者工艺橱窗啊，其实它是一个老店去改的，陈列一些工艺品，就是给大家去参观，很文青的、很有气息的一个地方，可以穿越时空，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以前跟现在的工艺品。再来就是可能它里面还有一些饮料啊、咖啡啊、茶点啊，可以坐在那边享受不同的时光，有一点意境，可以去想象当时创作这个东西的人他的想法。设计的东西比较偏重于个人的自我意识，不像数学就照公式啊，照什么它死板板。我早期来新竹的时候，我是在工地工作，后来我就跳脱到不动产，那时候可能也是很懵懂，可是因为你总是要面对这些比较畏惧的东西，但是要克服它。我虽然是读美工科，其实在这个之前，我觉得美工科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东西呀，我就觉得我出社会用不到啊，在工地用不到。做业务用不到，可是在这边让我觉得视觉传达是比较属于色彩的部分，还有素描，还有制图，有概念，你才有办法去设计一个立体的东西。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问我你可不可以，那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天生可不可以，做什么像什么就去做吧。最大的动力是客户的定制，因为客人的需要你去做设计也没有得问，当然这是一种挑战，要靠自己的一些想象力。做的这个是客人他定做的烟盒啊，这个部分就可以扣在你的腰间啊。这个呢难度比较高，是因为它除了立体以外，这个皮革要2层或3层来去支撑它，让它变成立体。重点是这个45度角要刀子去削，纯手工去削，削坏就坏掉，你就要重来。
第二个就是缝合这个45度没有那么好下针。这个是蜡染制作的成品，那在台湾比较少人做。我们要染色需要用到没有染过色的皮革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需要用到蜡去染制这个纹路，让它跑出来。那像这个比较偏山水的部分，就是让这个蜡呢本身可以比较浮在上面，让它颜色吃的比较深、比较里面、比较广。你做出来的不会有重复的效果，因为它是自然的裂纹，它没有办法去控制，每一个都是独特的，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。既然手做，基本上我们从设计、打板、裁切、缝制、打孔，这些都是纯手工，都没有任何机器的辅助。其实我们的手作不单纯是只是手做，因为我本身可能是做业务的关系，所以可以聊蛮多，让他们可以放松的一些话题。我自我的要求就是希望说给客人多一点的快乐，不管他在工作方面愉不愉快，但是在这边是愉快的，这是我比较在乎的这一点。大家觉得新竹是美食沙漠啦，那我倒是不觉得这样子，因为很多地方是可能就是一大早或是半夜才有在卖的，所以外地人就觉得它是美食沙漠。但是有时候我会跟朋友常笑着说它是美食沙漠，但是到了沙漠它就是美食了。牛仔油饭它是应该是在地人所熟悉的一个早餐啊。早上可能大概5、6点就开始卖，每天都要大排长龙，东西就是符合在地人的口味。像豆干汤呢，有乡下的阿嬷的味道，它是比较养生的食品，而且它口感也不错，不会说晒干以后煮起来就硬硬，它不会，蛮古早味的啦。有牛仔油饭的部分呢，不至于油腻会出油，但是就是一种怀旧的感觉，就是以前吃那种糯米饭那种概念。豆腐呢，就是它卤的嫩嫩的，外面感觉黑黑的，但是里面是白的，就是黑白的感觉，但好吃啊。城隍这个饮料店，其实它是用城隍庙的谐音去取的。饮料的名称可能大部分都是用神明的名称来做代表。像我喝过它的一些水果茶，里面很多料，而且是比较偏天然的东西，喝起来你更安心。它最有名应该是奶盖，可以去尝试看看。有时候像夏天，我比较怕热，吃到热就会流汗，就吃不下。有时候我会去找一些可能会吃得饱又不会热的东西，这个就是首选。如果要聚餐啊，或者吃吃喝喝的话，可以去这个喜食厨房尝试看看，因为它在里面的摆设真的从入口一直到它的地板啊，摆设起来就是很有文青感。重点是它结合了餐点跟手作文创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2楼是可以做工艺的教室套餐。我觉得是还蛮不错，因为不会太油腻，而且重点是它是很精致化，每一个餐呢都一小碟一小碟放着。它是个美食，但是它摆放感觉像森林，有点像那个多肉植物就在你的面前，吃起来是真的还不错。如果有来到新竹的话，来我们店里体验一些钥匙圈啊，一些小吊饰啊，可能大概花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，可以带走。有生日礼物啊，或者是说要送一些喜欢的人，也欢迎来这边定制。除此之外呢，在新竹呢，可以多吃多逛，多了解一下新竹，你就不会觉得它是美食沙漠。今年过年有9天的连假，有机会的话来新竹走一走，来体验这边的美食文化跟一些手作的温度。盐博吃定新竹，吃喝玩乐一把抓。订阅我们，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！极酱美乃滋鬼头刀，外面有点酥甜的，但是里面比较扎实，口感我是特别喜欢。早餐每样都很好，还有中式早餐，有肉松、豆类的东西，还有豆腐乳啊，就是偏中式的配稀饭，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吃的口味啊。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新竹，可以到新竹的烟波吃一下早餐啊，还有住宿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环境真的不错，个人的推荐。